真感人呐！行了，许成义，言归正传吧。当年林薇要卖我的软件，你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什么你都信。今天他要卖你的软件，他说什么你还信。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啊？我没有陷害他，那些黑客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希望我可以相信你，哪怕只有一丁点的可能性，我都不会去猜疑。你是一个做事很专注、很认真，设定了目标就会完成的人。那时候的你是多么的优秀，就算最后你提出分手，我也毫无怨言。你当然不怨恨我，你应该是松了一口气。从认识你的那天起，我就告诉你，毕业之后我要去美国。你说你会支持我，你说你会跟我一起去开拓一片新的天地。可真到毕业的时候呢，你却说你走不了。你说你要留下来研究你的算法。这是谁抛弃了谁？这是谁背叛了谁？你不肯去美国，所以要跟你在一起，我就得妥协。可凭什么妥协的人必须是我呀？你不肯放弃你的事业，我也不想放弃我的，这样才公平。你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样下去我们迟早会分手。可你就是不肯说。好，你不说，我来说，我来提分手，我来当这个恶人。你不是分手，你是结婚了。我是结婚了，可是艾迪森更像是我的生意伙伴，我们有共同的目标，相似的处事方式，仅此而已。我真正爱过的人只有你。这次回来，我真的想跟你重新开始。可你呢？第一天就对我不理不睬，第二天就告诉我你跟新女友的感情有多么的好。你知道我有多伤心吗？那天在电梯里，电梯出事故。如果不是我拼尽全力，他就死了。我甚至在想，如果他不在了，你是不是就不会变成今天这样？可我还是要去救他，我忍不住。我知道他对你来说有多重要。哪怕我只能眼睁睁的失去你。我每天看着你们亲亲爱爱的在一起，就算我再难过，我也不能表现出来，因为只想让你幸福。别在这假装深情了。那你为什么要在韩爽的婚礼上放那段视频？什么视频？你别装了，视频就是你放的。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好，那我给你理理清楚。你在韩爽婚礼上放视频的事情，本来做得天衣无缝，但是你太沉不住气了，事后亲自出马，去韩爽面前诬陷我，说视频是我泄露的。那时候我就已经怀疑你了。那件事情表面上看起来是在针对韩爽跟马克，但实际上是在针对我跟许成业。你表面上祝福我们，却在暗地里搞破坏。你希望我怀疑许成业，希望我和他像韩爽跟马克一样一拍两散。你在电梯里救过我，我很感激你。但我向来是个恩怨分明的人，我欠你的我会还，但是你害我的、害我闺蜜的、害我男朋友的，我会一样不少的讨回来。漂亮。这没你的事儿。哦。所以你打算怎么办呢？也去董事长那里告我的状吗？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我救过你，你现在却反咬我一口，
到时候声名扫地的是你还是我？你跟我的前男友好了，毫不计较，在公司处处维护着你，顶住压力不开除你，你却因为嫉妒我和许成义的过往，这样来陷害我。林薇，我到今天才真正的认识你。你这么说，我好心痛啊！看来我们缘分真的尽了，就算我再舍不得，我也要学会放下。签约仪式结束之后，我还是回美国去吧，这样我们就再也不用看见彼此，勾起伤心事了。说起签约仪式，你不觉得奇怪吗？美国公司那边的人怎么还没有过来？他们不会来了，董事长已经让他们回去了。不可能！如果董事长取消这笔交易，董事会是不会放过他的。许成义已经把算法优化完成了，速度提升了20%。我刚刚来之前已经把新版本演示给董事长看了。你认为董事长现在还会愿意以你们当初谈的那么低的价钱把算法卖出去吗？你撒谎！没有人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成优化，这不可能。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这个版本并不是我短短几天内完成的，这个是我7年的积累。像你这种用狡诈的手段，在短时间内争夺别人的产品，是根本不可能成功。漂亮！用手段怎么了？搞阴谋是可能会失败，但努力就一定会成功吗？像你这样脚踏实地的人多了去了，又有几个能真正成功的？我们一样是在赌几率，就算这次赌输了，下次我一样可以再赢回来。你觉得还有下次吗？为什么没有啊？你真的觉得别人不知道你的真实身份，对吗？但是你还是露出了马脚。那帮黑客说，指使他们的人是一个从美国回来的女人。美国回来的女人成千上万，靠这个就想定我的罪？要下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知道你尽力在隐藏自己在网上的踪迹，但是你只要做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我会协助警方调查黑客的电脑，我相信你留下了线索，绝对不止这一点。你还不知道吧？林浩已经被抓了。林浩，他不是你的前男友吗？跟我有什么关系？林浩已经供认是你指使他的，你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以他公司的名义盗取闺蜜星球升级版本的方案，制作了闺蜜秀。当然了，方案也是你给的。努力不一定会成功，但违法犯罪一定就会露出马脚，这不是几率的问题，是正义永远都不会缺席。现在你彻底输了，你不仅输了你的将来，输了赛道，输了对你唯命是从的许成义。他现在只听我的了，他只爱我一个人。许成义，你真的这么对我？我不许你欺负我的女人。你的女人？那我是谁？你抛弃的女人吗？你从来都不是我的，你只属于你自己。我属于自己有什么不好？独立自主有什么错？你要的不是独立，你要的是所有人都屈服于你。当初在你看来都是优点，现在全都成了缺点。明明是你变了，为什么怪我？其他人都必须按照你的想法去执行。你要看着我一所有人都是你的棋子，你就应该为你所做出的一切付出代价。你真的想要我去坐牢？不过是泄露用户资料，就算我被抓了，我也判不了多久。等我出来了，我一定要彻底的整垮你，让你失去一切，让你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你承认了，方案是你泄露的。这是公安局的张警官，他想跟你聊聊。林伟，是这样，关于 SG 用户资料泄露的事，你需要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你挖坑给我跳，给你挖坑，让你走上绝路的，
是你自己。走吧。林浩真的愿意去侦查？林浩的嘴很硬，什么都不肯说。不过现在黑客已经抓到了，林薇也露出了马脚，我相信真相很快就能水落石出了。那你刚才说什么？他输了你？我只是为了激怒他。你不是我的战利品，如果爱情不是相互的，不是平等的，就没有意义。那就好。刚才真是吓死我了。大戏终于落幕了，我也该走了。这次眼光不错，不过你小子那么笨，都能追到那么美丽的姑娘，我是不是也应该谈个恋爱了？啊？学长，这件事情……好了，行了，我不是帮你，我只是看不惯林薇，还有你们 SG 所谓的什么息事宁人的企业文化，真的是让人……所以我故意捅个马蜂窝而已。我真的很抱歉。有什么好抱歉的7年前卖软件的事儿，确实是我的错。我在这儿向你道歉。之后我还会公开发表一个声明。发什么声明呢？啊，都是兄弟，有些事儿有必要让别人知道吗？你说呢？谢谢。我们还是兄弟，勉强算是吧。哦，对了，外面很多记者，这个烂摊子你们自己收拾，我先走了。改天请我吃饭。你好，董事长。没想到是凌薇做的，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企业文化竟然是息事宁人。如果当初客户资料丢失的时候能够坚持查下去，后面的事情也就不会发生了。看来 SG 的风气是要改变一下了。董事长，今天的签约仪式真的取消了？对，美国公司的人我已经让他们回去了。那我去通知媒体们，让他们散了。哎，等一下。我听夏言说，你对算法的将来有一个新的构想。大家好，我是许成义。首先，非常感谢大家来参加今天的发布会。其实 SetUp 算法，它的普及可以大大解决大数据存储和云计算的计算时间。人们常说，影响人类近代文明的3大技术是蒸汽机、电力、互联网。如果说互联网在这之前仅仅是消费娱乐的应用，那么在不久的将来，它终将走向产业。我记得在最初我提到 SetUp 的时候，大家都认为我疯了。确实，光靠我一个人的能力，就算花上10年、20年，成功研发的概率也不到5%。这个时候是 SG 无条件支持了我，所以今天我仅代表 SG 将这份成果赠予给孕育我们的城市，也经授权将这份成果送给全世界的科创公司。SetUp 算法自今日0时0分起，无偿开源，与全球共享。徐总好。夏言，不，夏总监，你真是太棒了！这次多亏了你和徐总力挽狂澜，这都是大家的功劳。今天晚上我们庆祝一下，我请客。伟奇，你的股票都解套了。终于松了口气。你看，
哎，那天听到徐总说我们的算法要无偿开源的时候，我都吓死了，以为这下完了 ，SG 连最后一根救命稻草都没有了。不过现在一片利好啊！网络时代的逻辑思维跟过去不一样了。囤积居奇虽然能高价卖出，但也只是短期的收益。只有建立一个稳固的平台，开发共享，才能实现长期的发展。现在我也懂了。不过徐总真的是太厉害了，不光人长得帅，眼光也那么不一样，难怪薛老大一直那么敬佩他。也不知道薛宁现在怎么样啊？哎呀，薛老大那么能干，一定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事业的。过段时间我们就能听到他的消息啦。徐总、夏总监，我们真是爱死你们了！接下来，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夏总监入职，好不好？好！夏总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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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忙吧。夏总监，夏总监，夏总监。我们的闺蜜星球今天上线啦！有件事儿，我现在告诉你的话，你肯定很生气。我就知道你有事儿啊，最近总是神神秘秘的。SG 在北京的分公司即将要上市，董事长他希望我亲自去北京。去北京？嗯。去多久？大概1年吧。哦。我是想听你的想法，如果你不让我去的话，我就直接就给回绝掉了。因为你的想法才是最终的答案。那你别去了。你要一开始就想拒绝，就不会过来问我了。我知道 ，SG 对你来说很重要，董事长对你又那么好，他既然开口了，怎么好意思拒绝呢？你就知道我会答应你，还跑过来装模作样的走个形式。我哪有走形式啊？你说我万一去了北京，我把你丢了怎么办？我还怕别的小姑娘把你给抢走了。你听没听过一个笑话？说，爱情就是2个丑得像猪一样的人，还生怕对方被别人给抢走了。说什么呢？哪有我们这么好看的猪啊？而且。你还这么可爱，以后你就叫朱可爱。那你就叫朱晶英，简称朱晶。你才朱晶呢。你去北京吧，我支持你。只是我会很想很想你。
着回忆的转列，扬起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追寻远方的期许。装待发，那些眼底的理想化，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可勇气怎么能落下？想给身边的你最美的情话，知道吗？爱能让人不害怕，年轮刻画在早上我看到一个背吉他的人，和你很像。虽然我知道那不会是你，但是仍旧开心了一整天。你现在在哪儿？看到野百合了吗？还记不记得我有一个没有完成的心愿？我现在喜欢上了爬山，明天休息。这一次我会去山顶看朝霞。谢谢你。客气。你知道信天翁的故事吗？90%的时候，他们都单独的在海上漂泊，但他们却记得他们的家，记得很少聚首的伴侣。最终，他们会回到彼此的身边。你曾经告诉我，你喜欢爬山，是因为山一直在。当时我不能完全体会，但后来渐渐懂了。你因害怕牵挂而将自己流放，但在这流因不定的自我放逐中，你也渴望着坚定不移的东西。如果我们的生命能像岩石般恒久，如果我们的一生没有那么多的变幻无常，如果我没有办法让这些如果成真，但我能告诉你，我也会一直在，就像延绵不断的山峦，哪怕你不会回望，就算我不能为你守护，我也会一直在，就在这里等你回来。网易云音乐最近推出了一个新功能，叫一起听。我选择一起听，你选择加入，这样就算你回家了，我们还是可以一起听歌，而且还可以显示距离，显示我们相距有多远。
小时候外婆养了一株绣球花，都是我浇的水。它一开始就这么大，然后变这么大，最后越长越大，越长越大，花盆都放不下了，就种到院子里了。你都能养得活，那绣球一定很好养。我下次要试。你不许养，你这不叫养花，叫谋杀。那我试着不把它养死不就行了吗？谁在感情的半途就停下了脚步，转身的仓促，争执后的无辜，终点还没给出答复，想开口辩护，心房又常常被误会锁住，假装不在乎，却败给孤独。我们还要再走多少的弯路？说好的以后，怎么能走掉？你这是要干什么？我今天是不是很漂亮啊？漂亮？你不是很漂亮吗？那你要不要再娶我一次？这么突然啊？我这次是真的没洗澡，着急吗？着急啊！我好想你。我也好想你。你怎么那么厉害啊？你怎么找到那些黑客的？你妈妈帮我的。你什么时候跟她一伙了？都这么大了，别那么叛逆啊！听妈妈的话不好吗？那我的话呢？看我心情吧。马小克，你现在是不是分不清大小王了？你想怎么分？这次必须听我的，我不办婚礼了，我要旅行结婚。好啊，反正现在店也在你手上，我没有钱的。我养你啊！呀，这气氛！齐王宅里寻常见。推酒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下课，同学们再见。好啦，大家回去吃饭吧。那你一定把这个留下。小，拂晓，天明，这算是咱俩的缘分。
我是来请你看展览的，变迁中不变的东西。为了表达诚意，我今天也带了一样一直没有变的东西，那就是我对你的心意。你能接受吗？喂，刚刚怎么没有接我电话呀？我刚刚在忙，正好跟一客户在聊事情呢。中午还这么忙？你吃饭了吗？我当然有好好吃饭了。你看我气色多好啊！哎，对了，昨天我跟一个客户啊去北京吃了一个叫大同烤鸭，特别好吃。等你手头工作忙完了，我带你去吃好不好？我才不要吃呢，我怕我自己吃胖了。怎么可能会胖？那个东西不会胖的。关键咱们忻州没有，我带你尝尝鲜。这是我想你时的表情，这是我想到你时的表情。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 off. 您好，您所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什么东西糊了？啊，啊，我去。哎呀，我救。想什么呢？啊，煎鸡蛋怎么能跑出来了？这样很危险的。不好意思啊。坐吧。许成义还没有消息吗？嗯，已经快1个星期了。他走的时候到底怎么跟你说的？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信号，让我别担心。去山里做什么调研？好像是跟武器信号有关吧。我当时太忙了，也没具体问。先想办法联系到他，问清楚了再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我压根儿联系不上他。北京的同事呢？会不会知道？联系一下试试。这个许成义太过分了！要不现在行动不便，我早弄死他了。哎，你快坐一会儿吧，别动了胎气。没事儿，这玩意儿随我，脾气冲着呢，是不是？你慢点儿。踢我！哎，我说正事儿呢，我就没想到那个许成义居然跟林浩一样，去了北京就变心。现在下结论，为时过早了吧？早什么早？夏言那些同事都说了，没有这项目。又撒谎，还玩失踪，这不就是出轨的前兆吗？你说我们4个啊，到底怎么回事？被出轨，被分手，被抛弃，还离婚，
少说两句。我不，好不容易要尘埃落定了，以为可以修成正果，看起来最痴情的许成义居然又来这么一出。以前他那么戏弄我就算了，现在居然敢这么对我闺蜜，他死定了。你当妈了，能不能稳当一点？听夏言自己怎么说。还怎么说啊？当然剁了他啊，对吧？我想去找他。找他？你还去找他？他这么对你，你还找他？让夏言自己做决定。让姨妈自己做决定啊。好的。董事长，我知道我越级了，可是我实在不知道该问谁了。什么事儿？你说。您知道许成义在哪儿吗？他跟我说他去山里做调研，可能没有信号，让我不要担心他。可是他已经好几天没有跟我联系了，我就问了北京的同事，同事说他负责的项目已经完成了，根本就没有什么调研工作。所以我想问你，您是不是给他安排了什么其他的工作？如果没有的话，我要向您请假，我要去北京找他。北京那么大，你怎么找啊？我不知道，但我还是要去找他。如果他故意躲着不想见你呢？如果他要是不想见我，他跟我说一声我就回来。可是如果没有他的消息，我就算找遍整个北京，我也要找到他。我担心他。好了，你不用去北京了，他不在那儿。您知道他在哪儿？他让我替他保密，怕你担心。现在看来，我要不告诉你，你就更担心了。他到底在哪儿？这段时间他在治疗眼睛，现在正在康复疗养，你去找他吧。在这回忆的转列扬起，满车厢的拥有和失去，青春还带着梦的心里，追寻远方的期许。正在发那些眼底的理想化，时间在偷偷变成魔法，可勇气怎么能落下？